丈夫确诊白血病后，医生建议我怀孕，用脐带血救她。当晚，我穿着蕾丝睡裙爬上了丈夫的床，他却冷冷推开我。都快30岁的妇女了，还想着这些事，你恶不恶心？难过之余，我意外撞见丈夫对他的女学生保证，放心，明天我就去结扎，绝对不会冒险让你意外怀孕。原来他把信给了比我更娇嫩的女孩。我笑着把确诊报告丢进了垃圾桶。嘿，朋友，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等咖啡，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别着急划走。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那我们故事开始。拿到丈夫周延川的体检报告，看见诊断结果那一栏明晃晃写着白血病，我不由得浑身发软。白血病虽然不是什么不治之症，可周延川是罕见的熊猫血，本来就很难找到和他血型相同的骨髓捐献者进行配型。更糟糕的是，他是独生子，而婆婆年过60，不适合捐献骨髓。我和他又没有孩子，所以根本没有直系血亲能和他配型。我颤抖着声音向闺蜜林雅询问还有没有其他治疗方案。林雅沉思了半晌，提出让我尽快怀孕。新生婴儿的脐带血有 50% 的概率能够与父母配型成功，与其等待希望渺茫的陌生人配型，倒不如怀孕希望更大。然而眼下正值我升职的关键时期，和公司男同事竞争集团的亚太地区合伙人，如果怀孕生子，在竞争激烈的私企，别说升职加薪，很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林雅再三询问我，有没有做好为周延川牺牲全部事业的准备。我当机立断，决定要个孩子挽救周延川的性命。事业没了，大不了从头再来。我和周延川从校园走到婚纱，相识相爱整整10年，我又怎么舍得眼睁睁看着他死？洗完澡，我穿上许久没穿的蕾丝吊带睡裙，摸黑爬上了周延川的床。结婚7年，最近这2年，我和他开始分房睡。前5年，看似斯文禁欲的周延川对我索取颇多，只是高校科研压力越来越大。作为985大学的化学教授，周延川总要早出晚归带学生做实验，怕影响我休息，他提出了分房。为了照顾他的事业，我毫不犹豫同意了。可自从分房后，周延川极少来我的房间，碍于自尊，即便有需求，我也不好意思主动找他。因此，我和他同床的次数屈指可数，为数不多的几次，都是他喝醉后神志不清来找我。我深吸一口气，把手伸进了周延川的真丝睡衣里，摸向他的腹肌。周延川为人自律节制，爱好健身，长相英俊，即使年过30，样貌身材在同龄男人中依旧堪称顶级。或许是太久没与我亲近，他挺拔的身形陡然一僵，我的手不安分地向下摸去，咬上他的耳垂，吐气如兰。老公，我们要个孩子好不好？怕影响周延川的心情，我决定暂时先对他隐瞒他生病的噩耗。啪！周延川伸手打开了床头灯，刺眼的强光晃得我眼睛一疼。他蹙眉坐起身，冷冷推开我。都快30岁的妇女了，还想着这些事，你恶不恶心？我一愣，巨大的羞耻感几乎瞬间将我淹没。不明白周延川为什么突然对我口吐恶言。结婚7年，我和他算得上相敬如宾，是朋友们眼中的模范夫妻。难道是由于工作压力太大让他早早没了欲望？还是他知道他生病了，不想拖累我，所以才故意对我发脾气？我还没来得及想清楚，周延川突然将我扯进怀里，低头亲吻我的额头，垂眸向我道歉。对不起，是我失言了，我去洗个澡冷静一下。
伴随着浴室哗啦啦的水声。我思来想去，决定和周延川坦白他的病情。毕竟，白血病这种恶性疾病，要是延误了治疗时机，死亡概率将会大大增加。可就在这时，周延川放在床头柜上充电的手机接二连三弹出好几条消息。啊！姨妈又没准时来，下次不许再无套了。哼，赶快去结扎，我可不想未婚先孕，也绝对不允许你和那个老妖婆生孩子，不然你们离婚肯定离不干净。等我毕业，有条件要孩子了再复通，否则罚你3个月不许碰我。心里陡然一紧，我想，如果不是学生恶作剧的话，周延川大概率出轨了。我抬头看向浴室紧闭的门，颤抖着手拿起周延川的手机。结婚7年，这是我第一次查他手机，我从没想过他会背叛我。试了好几个密码，怎么都解不开锁。我忽然想起，最近这2年，周延川从没陪我过结婚纪念日。深吸一口气，我输入了结婚纪念日的日期，手机解锁了。我猜，这个日期要么是那个女孩的生日，要么是周延川和那个女孩某个重要的日子。原来他没时间陪我，不是忙着做实验，而是忙着陪另一个女生。点开聊天框，我快速从下往上滑，一目十行浏览他们2人的聊天记录。女孩是周延川3年前招的研究生江珊珊。其实，周延川一开始并不想招女学生，他觉得绝大部分女学生读研都是为了混学历嫁人，不如男学生踏实肯钻研学术。我极力劝他，一定要按成绩招生，保证公平。更何况，现在很多女孩子的学习能力比男孩子强多了。周延川这才点头招了他。学生们第一次来家里吃饭时，江珊珊还特意感谢我捞了他一把。聊天记录里密密麻麻都是江珊珊给周延川发的大尺度私密照。一开始周延川还会冷言拒绝他，告诫他自己已经结婚了。直到2年前，我和周延川结婚纪念日那天，江珊珊说她在酒吧被人下药了，半小时内周延川再不来接她，她就和别的男人走。我还记得当晚周延川连外套都没顾得上穿，急匆匆摔门走了，说是实验室有急事要处理，等处理完再回家陪我过纪念日。可我等了一整夜，等到亲手做的奶油蛋糕都融化了，也没等到他回家。原来是去酒吧接江珊珊了。周延川给江珊珊转了很多钱，数额从5200到52000都有。虽然他只是个大学教授，但手握不少化学专利，价值数千万，而我又从不查他的消费记录，所以他发红包很大方。可我和周延川结婚多年，一直是个花个的钱，大小节日他从没给我发过红包。我年薪几10万，不缺他这点钱，可就是莫名的觉得心寒。而最扎眼的一条消息是，江珊珊早晨和周延川抱怨她这个月的姨妈一直没来。周延川立刻信誓旦旦向她保证，放心，明天我就去结扎，绝对不会冒险让你意外怀孕，更不会让你师母怀孕。我已经很久没碰她了。我握着手机的手不停地抖。原来这2年，周延川把信给了比我更娇嫩的女孩，甚至怕女孩意外怀孕，还主动提出去做结扎手术。可我和他在一起时，他都是让我吃药。咔嗒，浴室门锁转动的声音响起，我把聊天框向左一滑，标记为未读后，按灭荧幕，迅速将手机放回了原位。怎么了？发什么呆？周延川从浴室走出来，一边擦头一边看我。我回过神，抬眼看向周延川，讪讪摇头道：没时磨，既然你没兴致，我就先回房睡，不打扰你了。我起身，穿好拖鞋，正要走出卧室，却突然被身后的周延川猛地拉住。
我一惊，正想着用什么理由拒绝周延川，就听见他说，明天我预约了阑尾炎手术，要请假1天，你工作忙，就不用来陪我了，我让手下的研究生来照顾我。可周延川的阑尾早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割掉了，这件事还是他妈妈告诉我的，我绝对没有记错，但我并不想拆穿他拙劣的谎言，只是低低嗯了一声。既然他想为了别的女孩结扎，那就结扎吧。见我答应得如此爽快，没有像平时一样唠唠叨叨叮嘱他，周延川竟有些不适应，他幽深的眸子一瞬不瞬地盯着我，似是要把我看穿。你今晚怎么魂不守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莫名有些心虚，生怕周延川看出端倪，正想着如何蒙混过去时，周延川的手机突然响了，他垂眸看了一眼荧幕，迅速挂断了电话，神情有些不自然。骚扰电话。随即又冷冷给我下了逐客令，你回房早点睡吧。我忙不迭点头，暗自松了口气，回了自己的房间。第二天下班，我刚回到家，林雅就给我打来了电话，语气格外严肃，劈头盖脸问我，你知不知道周延川偷偷跑来医院做了结扎手术？我刚看完病历，这结扎手术做完，至少要半年后才能复通，要是没来得及复通，或者复通失败了，你和周延川可就彻底要不了孩子了。你别忘了，周延川的病情可拖不了多久，最多也就1年时间。闻言，我淡然一笑，故意将手中的体检报告朝外揉成一团，随手丢进了垃圾桶里，语气平静的没有一丝波澜。我知道林雅还想继续问我什么，我听到了密码锁解锁的声音，赶忙先挂了电话。下一秒，门被推开，只见江珊珊亲昵地搀扶着周延川走了进来，两人肩并着肩，有说有笑，借着照顾伤患的理由，毫不避嫌。看到我，江珊珊脸上的笑容瞬间僵住，讪讪道：师母好。周延川有些不自然地向我解释，女生心细，照顾病人比那几个皮猴子好。呵，我看他是想让江珊珊亲眼看到他结扎，从而彻底放心吧。我没说话，低头勾唇一笑，故意踹翻了垃圾桶，被揉成一团的体检报告滚到了周延川脚边。周延川垂眸扫了一眼地上的纸团，蹙眉问我，体检结果出来了，你怎么没告诉我？我一反常态，哭着扑进周延川怀里，抽噎道：老公，我这有个好消息，还有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个？周延川的身体一下就僵住了，眼神下意识瞥向江珊珊。江珊珊紧紧抿着嘴，脸上写满了不高兴。呵，对别人老公的占有欲还挺强。周延川不耐烦地把我推开，急着和我撇清关系，有话好好说，在学生面前哭哭啼啼的像个什么样子？他推得太用力，我往后踉跄了好几步，差点摔倒。江珊珊挽着周延川的手攥得更紧了，像是宣誓主权般，轻声责怪我：师母，你也太冒失了，周老师刚做完手术，您这么突然扑上来，要是碰到伤口裂开了怎么办？真不知道您平时是怎么照顾周老师的。我没理会他的挑衅，神色慌张地捂住肚子。啪嗒一声，一支验孕棒从我口袋里掉了出来，上面一深一浅2条红线，格外扎眼。江珊珊的脸色唰的一下变得惨白，她原本紧挽着周延川胳膊的手缓缓松开，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声音抖得厉害：师母，您说的好消息，该不会是您怀孕了吧？我轻轻点了点头。她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带着哭腔：那可真是，恭喜您和周老师了。我无视她，抬头望向周延川，
却毫不意外对上他冷冰冰的眼神。许念，你能不能别胡闹了？咱俩都多久没？我错愕地打断他。你忘了，1个月前，我生日当晚，你喝得烂醉，进了我房间。这2年我过生日，周延川每次都像完成任务似的给我交作业。周延川揉了揉眉心，神色厌烦。打掉，我喝了那么多酒，又吃了药，精子品质肯定不行，这孩子不能要。我瞥向角落的针孔摄像头，双手捂住脸，用尽毕生的演技，放声悲愤大哭。周延川，你真的不要这个孩子吗？你知道我盼这个孩子盼了多久吗？说了不要就是不要，你要是非得留下，那就离婚。每次吵架，周延川都会用离婚威胁我妥协，像是吃准了我离不开他似的。江珊珊眼底闪过一丝得意，假惺惺劝我，师母，您别太伤心了，周老师说的很有道理。您想想，这又是喝酒又是吃药的，要是生个不健康的宝宝，您和周老师得多辛苦呀。我没理他，狠狠抹干眼泪，仰起脸盯着周延川问，你真这么想？如果我说我得了白血病，需要这个孩子救我的命呢？周延川不耐烦到了极点，冲我吼道，优生优育你不懂吗？非要生一个极有可能有缺陷的孩子，那不是爱，那是极度自私，极度不负责任，别无理取闹了行不行？我气得浑身发抖，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你不想要孩子，那为什么每次都不带套？为什么管不住自己的下半身？自私的人到底是你还是我？或许是没想过一向好脾气的我会动手。周延川狠狠愣住了，江珊珊一个箭步冲上前来，挡在周延川身前，带着哭腔，师母，您怎么能打周老师呢？您不心疼周老师，我还心疼周老师呢。我想都莫想，反手又给了江珊珊一巴掌。还有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凭什么在这儿瞎掺和我和周延川的家务事？你以为你是他什么人？免费的陪床丫鬟吗？江珊珊愣了1秒，捂着脸扑进了周延川怀里，哭得好不可怜。周老师，我好怕，师母怎么能随口造黄谣呢？要是师母不欢迎我，我走就是了。周延川彻底被我激怒了，粗暴地将我往门外拽。你看看你这样子，和街上的泼妇有什么区别？滚出我家，明天就去离婚。呵，他的家，这房子的首付确实是周延川妈妈出的，可贷款一直是用我俩公积金还的，现在倒成他一个人的家了。见我不肯走，江珊珊挡在门口，装模作样地说，师母，您快走吧，别再气周老师了，对他伤口不好，我会帮您劝周老师的。那架势，俨然她才是这个家的女主人。我在心里满意的给这出戏打了满分后，转头悲悯的看着周延川，一字一顿道，记住了，是你周延川坚决不要这个孩子的，不是我，你可别后悔。对了，坏消息你自己看体检报告吧。听到这话，周延川关门的动作猛地一堵，莫等他回过神，我用力甩上门，头也不回地走了。要不是今天早上姨妈莫来，意外测出怀孕，怕被人道德绑架，我才不陪他们演这一出脑残的苦情戏。现在我把该说的都说了，周延川是死是活，都和我没什么关系了。我拦了辆计程车，直奔林雅家，打算明天一早就去医院打胎，反正免责声明到手，我绝不心软。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一大早，周延川带着他妈在医院门口堵住了我和林雅。跟他们一块儿来的，除了江珊珊，还有好几个婚姻调解节目的知名大 V。他们举着摄像机，镜头直直对着我，
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头发花白的婆婆扑通一声，呜咽着直接给我跪下了。念念，妈求你了，可千万别因为跟严川闹了点小别扭，就赌气把孩子打掉啊！这孩子能救严川的命啊！当年是妈糊涂，不同意严川娶你，可严川这孩子重情，不嫌弃你是本科生，为了能和你结婚，愣是给我跪了3天3夜。婆婆顿了毒，用那布满老茧的手擦了擦眼泪，又接着哭诉道：这些年，严川当上了教授，而你只是私企员工，可他从来没嫌弃过你。你怎么能在他刚查出白血病的时候就提离婚，还要狠心打掉孩子呢？你这不是眼睁睁看着妈白发人送黑发人吗？短短几句话，就把我塑造成了一个抛弃病重丈夫的势利眼坏女人。没错，周延川是博士，学历比我高很多，这我承认。可他硕博连读那5年，家里的经济压力全是刚刚本科毕业的我承担的。我毫不犹豫放弃了辛苦考上的公务员，选了薪资更高、工作压力更大的私企上班，就是为了能多挣点钱供他读书。那些日子有多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结果呢？我拼命付出换来他的高学历，反倒成了婆婆一直看不起我的理由。直播间的热度一下子就冲了上来，不少不明真相的网友开始恶意揣测我。依我看啊，这孩子根本就不是她老公的，坚持在老公重病的时候打掉孩子，肯定有猫腻。哼，我看她10有8九是出轨了，盼着老公死后独吞家产养小白脸呢。都说最毒妇人心，还真是一点不假。眼见时机成熟，周延川走了过来，蹙眉拉起婆婆：妈，咱不求他，昨天他故意逼我提离婚，就是铁了心不想救我。江珊珊也赶忙上前握住婆婆的手，底气十足道：是啊，周教授可是国家的重点科研储备人才，手上握着好几个决定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科研专案呢，国家不会坐视不理的，我们真没必要求他。江珊珊这话一出，直播间直接炸了，网友们对我的谩骂更过火了。这女的不会是间谍吧？故意要害周教授，说不定就是想阻碍国家科研进步。有没有人人肉一下她？细思极恐，粗思也恐。NSDD， 她这种人就该抓起来好好审问，说不定早就被境外势力收买了。她不捐，我们给周教授捐，加我一个，我也愿意给周教授捐。我奇怪地看着一唱一和的3人。昨晚我提前录影，原本是为了反击他们道德绑架我生孩子，给周延川捐脐带血。可现下看来，周延川根本不在乎我捐不捐。如果不是为了逼我救周延川，那他们唱这一出戏的目的是什么呢？纯粹是为了让网友网暴我吗？林雅也一脸困惑地看向我。我俩心里都清楚，周延川能和陌生人骨髓配型成功的概率极低，可他们3个人却表现得如此有恃无恐，底气十足。我还没来得及细想，周延川凉凉的眸子看向我，递上了一张离婚协议，要离婚要打胎都随你便，只要你肯净身出户，我绝不道德绑架你救我。房子是我妈出首付买的，这些年我对家庭的经济贡献比你大得多。所谓的夫妻共同财产，绝大部分是我挣的，你对我见死不救，莫理由分我的钱。原来唱这么一出大戏是为了利用舆论逼我净身出户。我摇头，我不签，我又不是过错方，凭什么净身出户？周延川皱起眉，冷声道：不签，那就法庭上线。原本跪住的婆婆瞬间暴跳如雷，起身指着我的鼻子痛骂道：好你个不要脸的，不肯离婚也肯不救我儿子，你是想等我儿子死了独吞家产养野男人吗？江珊珊假惺惺的叹气：师母，
你和周老师好歹夫妻一场，你就不能洒脱点放过周老师吗？看着他们三人一唱一和，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就算周延川再怎么爱钱如命，可一个将死之人，怎么可能放着活命机会不要，非要逼我净身出户呢？10分有9分的不对劲。与此同时，直播间对我的厌恶达到了顶峰，真的是吴语他妈给吴语开门，吴语到家了，就没见过这么自私自利的女人，这是要把周教授往死里逼啊！兄弟们，咱们一起去他工作单位举报他，让他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中山第一附属医院是吧？我这就赶过去收拾这个水性杨花的贱女人。刹那间，我心中闪过一个念头，能让他们如此有恃无恐，只有一个原因。我猛地冲上前，一把揪住江珊珊的头发，用尽全身力气，狠狠扇了她一巴掌。或许是没想到我敢在镜头前动手，江珊珊毫无防备，重重摔倒在地，肚子撞到了身前的台阶上。她慌张地捂住肚子，大声哭喊道：疼，阿川，我好疼，我的孩子。婆婆立刻冲过来护住她，不管不顾地对我破口大骂：你个狗娘养的，我孙子要是有个好歹，我饶不了你。果然不出我所料，江珊珊也怀孕了，这才是他们有恃无恐的原因。周延川被我激怒，瞬间失去理智，面色铁青掐住我的脖子。林雅急忙扑上来阻拦，却被他一把甩开，重重摔在了地上。他像头失控的野兽，扬手扇我巴掌，怒吼道：马上给珊珊道歉，谁允许你一而再再而三打她的？被我当众揭穿出轨，他凶狠丑恶的嘴脸暴露无遗，完全没了平日里的斯文冷静。我被掐得缺氧，浑身发软，根本无力反抗。突然，下身一股温热液体流出，我伸手一摸，满手嫣红。看见我流血，周延川扬起的手猛地顿住，他松开我，向后退了一步，身形一晃，差点摔倒在地，嘴里不停喃喃道：我都做了些什么？我都做了些什么？直播间的热度瞬间爆了，涌进了10几万吃瓜群众。怎么回事？我怎么糊涂了？那个江珊珊不是周教授的学生吗？怎么会怀上周教授的孩子？演的吧？这次的剧本也太离谱了。合住渣男才是出轨的人。我去，这婆婆也太恶心了。刚刚还在那装可怜，原来一直在帮小三和儿子算计儿媳，想逼儿媳净身出户。林雅见时机成熟，立刻从手机里调出了我昨晚给她发的视频，对着镜头开始播放。我闺蜜拿到她老公的体检报告后，哭着和我说，即使放弃工作升迁的机会，也要怀孕救她老公。至于后来她为石磨铁了心要打掉孩子，请看视频。周延川冲上前要抢手机，却被赶来维持秩序的保安控制住了。与此同时，我和江珊珊也被医护人员抬上了担架。周延川脸色灰败，冲着婆婆大吼：都怪你瞎搅和，非要让许念净身出户，要是2个孩子都保不住，我就彻底完了。婆婆却梗着脖子，不肯认错。你再找个女的怀一个不就行了？女人到处都是，又不是非得他们俩生的孩子才行。我做了结扎手术啊妈，至少要半年才能复通要孩子，我活不到那个时候了。是不是许念那个贱人骗你去做的？咱告他谋财害命，告死他！周延川脸色煞白，不是他，他根本不知道，是江珊珊。婆婆被吓得脚一软，直接瘫倒在地。儿啊，你可别吓唬妈啊，妈还等着你养老送终呢。此时，直播间正好播放到我被周延川赶出家门的画面，网友们义愤填膺：卧槽，这男的为了小三逼老婆打胎，大半夜赶老婆出门，还为了小三打老婆，
怪不得他老婆不给他捐脐带血，是我也不捐，人渣不配活着。剧情10级翻转啊！男的1巴掌，绿茶婊小三更是2巴掌，破坏别人家庭还敢登堂入室挑衅正妻，又是劝正妻打胎，又是劝正妻离婚净身出户的，这下遭报应了吧？清白得以证明，我放心地晕在了担架上。第二天一早，我刚醒来，便看见周延川和他妈面容憔悴地守在病房门口，林雅堵在门口，气得大翻白眼，毫不客气冲他们骂道：“你俩咋听不懂人话呢？非要处在这影响病人休息啊？赶紧麻溜儿滚蛋！江珊珊那孩子莫保住，现在知道跑来找念念求情了，早干嘛去了？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瞧见我醒了。”婆婆眼里瞬间闪过一丝急切的光，利用她肥胖的身体使劲挤进了病房。周延川不要脸地跟在她身后。婆婆走到病床前，打开背包，从里面一盒又一盒的往外拿饭菜。她一边哭，一边假惺惺地说：“闺女啊，我给你做了好多你爱吃的，除了你平时最爱吃的螃蟹我莫做，螃蟹太寒，对孕妇不好。”我一阵恶心，立刻翻了个身，看都不想看他们一眼。周延川赶忙绕到我床前，换了副嘴脸，无比温柔：“念念，你之前不是特别想留下这个孩子吗？那就留下好不好？”我扑哧笑了，说：“可别，你之前说的对，我是不该那么自私，明知道孩子可能有毛病还想着生下来。”婆婆一听，急得脸都红了。哎呀，夫妻吵架时的气话能当真吗？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和延川结婚10年了，感情多深啊？难道你舍得眼睁睁看着延川死吗？他都舍得出轨设局逼我净身出户，差点让我社会性死亡了，我还有什么舍不得？周延川低着头，沉默了半晌，忽然抬起手，狠狠一耳光扇在了自己脸上。老婆，我真错了，错得离谱。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爱我，为了救我，你连工作都能放弃。我真不是个东西，我以前太混蛋了，以后我一定改，用一辈子来补偿你。我跟江珊珊就是玩玩而已，我发誓，以后再也不会了。他说着，扑通一声跪在我病床前，拿出我和他的相册，塞进我手里。老婆，求你原谅我吧，你才是我要过一辈子的人。我保证，一定和江珊珊彻底断干净。从前都是他主动勾引我的，针对他学术不端的问题，我已经向学院打报告了，学院一定会开除他的。我绝对不会再让他有机会缠着我，也不会再让他打扰咱们的生活了。我当然知道他不是真心悔过的，毕竟那天晚上我就问过他，如果我白血病了，需要这个孩子治病呢，他是怎么说的？要我别自私，如果得病的人真的是我，只怕他早就拍拍屁股和我离婚，娶江珊珊去了。我毫不犹豫将那本记录了我和他恋爱点点滴滴的相册丢进垃圾桶里，冷笑道：“周延川，你不是知道错了，你是知道你快死了。”随后，我从枕头下拿出了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递给他，签了吧，财产1人1半，你是过错方，要是闹上法庭你肯定分不到1半。婆婆见我心意已决，又开始在病房里骂街。她骂我不要脸，肯定是外面有了男人，才这么坚决和他如此优秀的儿子离婚，还骂我肚子里的孩子指定是个野种，所以不敢生下来，怕暴露了我出轨的事。而周延川沉默地在一旁看着他妈发疯，丝毫没有阻拦，像曾经无数次那样，靠他妈妈发疯从我身上获取利益。他那么清高的大学教授，自然是不会放下身段做这种不体面的事情的。林雅直接叫来远警，把他们赶走了。周延川始终不肯签字离婚，
我打胎后，直接起诉离婚了。再次见到周延川，是1个月后的开庭。周延川看上去愈发憔悴，面色苍白如纸，身形也消瘦了许多，走路都有些摇晃。法庭上，周延川律师罗列着各种理由，强调房子首付是周延川母亲所出，周延川对家庭经济贡献大等等证据，要求法官酌情考虑财产分配。而我方律师则直接展示了周延川硕博连读期间我为他承担的各项费用，我这些年为家庭付出的账单，证明我的付出并不比周延川少。而最致命的证据，自然是周延川妈妈找的婚恋大 V 博主拍的视频。那个视频不仅证明周延川不仅有婚内出轨行为，甚至还想通过不正当手段逼我净身出户。周延川显然成了这场婚姻失败的最大过错方。法官直接判了 60% 的婚内共同财产给我。周延川不服，又提出了上诉。在等待第2次开庭的时，周延川不停地奔波在法院、学校和医院之间。可他聪明了一世，偏偏临死了就是想不明白。他一个重症病人，最宝贵的就是时间，最拖不起的也是时间，而我有的是时间和他耗下去。然而还没等到第2次开庭，周延川的实验室就出了意外，是怀恨在心的江珊珊搞的。他被学校开除后，因为臭名远扬，根本找不到工作，又不敢问重男轻女的家里要钱，只能去求周延川。可周延川恨他逼自己结扎，害他失去了最后一点生存希望，1分钱都不肯帮江珊珊。江珊珊曾经在周延川的纵容下配了一把实验室的钥匙，于是他偷偷潜入实验室，趁周延川带着学生做实验时，调配了高浓度高氯酸，而后带着满腔怨恨，将那一管高氯酸砸向周延川。实验室爆炸，江珊珊和周延川双双重伤，住进了重症病房。2个人全身被烧得没有一块好皮，一时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我去医院探望周延川时，碰巧撞见婆婆把离婚协议递给周延川，她带着哭腔：“儿啊，听妈的话，趁你还清醒，签了这份离婚协议吧，绝不能让那个见死不救的贱女人多分你的钱。”她心急如焚，因为如果周延川莫离婚就去世，按照法律，遗产大部分都会落入我手中，我能分的远比法官判的 60% 更多。说实话，我并不贪图这份多出来的遗产，毕竟周延川是真的快死了。可我没想到，尽管周延川身体极度虚弱，但他还是努力对婆婆摇了摇头，声音微弱却坚定：“不，我不签。”婆婆见此更加着急，不停地在她耳边念叨，试图说服她。然而周延川却在某一个清醒的瞬间，用尽全身力气，向护士要来了纸笔。他颤抖着手，写下了一份遗嘱，将自己的绝大部分财产都留给了我。他看着婆婆，气息微弱地说：“妈，是我对不起念念，对不起我没出生的孩子，不怪他不肯救我，是我活该，亲手毁了我和他那么多年的感情。其实我不肯离婚，是想通过打官司多见他几面。我知道自己错得离谱，只有这样，我才能有理由和他再有交集。”婆婆难以置信地看着周延川，又气又急，但此时的周延川已经无力再回应她。没过多久，周延川的病情急剧恶化，离开了人世。而我在拿到周延川的遗嘱后，却没有丝毫感动，而是立刻看穿了他临死前的算计。他故意多留 10% 的遗产给我，并非如他所说的是因为爱我，而是想让我误以为他还爱我，从而让我因为莫救他心生愧疚，一辈子良心不安。实际上，3000多万的遗产
多继承10%或少继承10%对我的生活品质并没有太大影响。我可不会如他所愿，那抹傻乎乎的陷在过去和愧疚中。我心安理得地继承了周延川的绝大部分遗产，也顺利成了莱雅集团的亚太地区合伙人。3000万的专利遗产，每年光是利息就有120万，加上我的年薪50万，我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心情不好了，还能立刻飞去欧洲看鸽子。没有老公，没有孩子，但有闺蜜陪着我，还有钱可以随心所欲的花，还有自己可以打拼的事业。丧偶之后，我的生活正朝着最好的方向发展。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3份。下一期一页故事，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可能是关于梦想，关于陪伴，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记得准时来赴约，咱们下期不见不散。